此案被誉为21世纪最大的商业骗局，就连美国总统奥巴马都深受其害。一位19岁的女生依靠着 PPT 和精明的头脑，狂揽资金90亿，甚至被誉为女版乔布斯。她就是闻名全球的血检魔女案，又名滴血成金案。出身贵族的伊丽莎白·霍姆斯算是含着金汤匙出生，优渥的家庭环境，父亲的祖辈可以追溯到19世纪美国第一家酵母公司 Fleischmann's Yeast。这家拥有150年历史的百年老字号，也为家族积累了巨大的财富，也注定了他的不平凡。在霍姆斯9岁的时候，亲戚问他今后想做什么时，他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我要做亿万富翁，我要有钱到美国总统娶我。”凭借出色的履历与会汉语的契机，伊丽莎白在高中期间就进入了只向大学生开放的斯坦福汉语下校。进入斯坦福也就变得水到渠成。高中毕业后，霍姆斯就进入大学进修化学。大一时，他找到了他的老师钱宁·罗伯逊，要求进入研究室一起工作。这位老师对聪明的霍姆斯格外喜欢，破例允许了这个大一新生进入自己的实验室观摩。90亿的第一块砖算是正式开垒。时间来到2003年，改变这个女孩命运的非典爆发。看似刚强的霍姆斯其实有个致命弱点，怕抽血。他害怕这种如同上刑般的感觉，光是看大针头插入皮肉的过程就令人不安，更何况在不发达的年代频繁抽取。虽然近代在高科技的帮助下有了更精确的血液分析仪器，可这些往往需要测血者提供好几管血液。那有没有一种方式只需要1滴就能准确测出所需数值？非典的到来更是迫切推出这一发明的重要契机。根据霍姆斯规划的蓝图，他将设计一种便携式的检测设备，随时检测多种患者血液中的成分，来判断患者的身体状况。如果出现异常，这个设备会直接通知医生，或者及时注射药物。居家血液检测尽管稍逊一筹，但如果检测的指标种类能提高，用血量够，那也是能改变全球医疗检测行业的产品，真正的足不出户，让病者实现自医。虽然霍姆斯父母没有这么多资金给他建立公司，但家族底蕴所带来的人脉的作用是不容小觑。伊丽莎白从小身边接触的都是上层社会，因此她很快就找童年玩伴的父亲 Tim Draper 和邻居 Jesse Draper， 她在他们面前夸夸其谈，以至于这2位投资者很快的被这个年轻的女孩子折服，给她的公司注资100万美金。伊丽莎白之后也如法炮制，利用父母的关系说服了多个投资人。当时年仅20岁的伊丽莎白利用父母的关系和学术大佬钱宁·罗伯逊的背书，在硅谷一共募集到了600万美元的投资。2003年，他的公司赛隆成立，拥有治疗和诊断2个词的组合。霍姆斯是个擅长讲故事的人，这也是为什么他能够在21岁时就能吸引众多大佬纷纷投资，一度筹集到了大约600万。小小的设备让霍姆斯尝到了甜头，吸引投资600万，让他成为业界传奇，自然吸引的技术人才爱德华的到来。随着研究的深入，爱德华认为原计划中微流控芯片技术不能支撑几毫升的血样完成多种复杂检测，但迫于高层压力，提高血液剂量的要求驳回，以至于公司每周要烧掉成千个一次性微流控芯片，每一个芯片的造价是200美金。最终，霍姆斯及时止损，将一开始要求的10微升以内改为50微升，这依旧是指尖能采集到的血量。此次妥协也许算得上是霍姆斯成立公司后少有的退让。尽管用血量增加了，研究团队进展依旧跟不上霍姆斯野心扩张的速度。缓慢的进展让他开始意识到，大部分的原因是掌权者对公司的控制欲极强，不允许负责机器设计的爱德华团队和生物化学检测部门无法面对面交流，这让研发的进行变得非常困难。而霍姆斯这个中间传达者显然不能准确传达各部门的想法，
最终的结果就是提出问题的人被霍姆斯开除。他直接聘用了一个全新的团队进行机器的研发，而新的研究者托尼在上任后购买了一台涂胶机器人，稍加改装后让它成为了一台自动加样的装置。他计划将血样稀释后使用机器人加样，而直接跟芯片上不同抗体反应而得到读数。伊丽莎白此时急需靠谱的设备来推动她与大型医药公司诺华、辉瑞合作。她迅速采取了托尼的方案，在改进2年多后，原型机正式问世，终于工作了。他给这台机器命名爱迪生。他声称此设备这个产品进行了数百次的验血，可以实时检测从胃病到癌症的疾病。霍姆斯把这台设备命名为爱迪生。另一位历史上著名的营销大师爱迪生就是他的榜样。产品问世，接下来就是推广。为了学习乔布斯，便将自己的声音呈现一种中性，使听者可以模糊性别意识，抛开性别印象，可现实给了女版乔布斯一记响亮的耳光。美国的血液检测受政府干预极深，可以说只要医生不允许，私人验血是违法的。此种困局，霍姆斯惊人的社交能力重现。一个强大的公司董事会诞生，里面包含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和乔治·舒尔兹，以及前国防部长威廉·佩里。当然，董事会也不是白建立的。2015年，亚利桑那州率先通过法案，允许消费者自己选择采血服务，再加上利用人们共情心理投入的广告，美其名曰让人们掌握健康的权利。与此同时，赛隆的估值高歌猛进，在2004年到2012年，仅融资就拿到10亿美元，公司估值90亿美元，而霍姆斯身价也超过45亿美元，屡次登上福布斯、时代、财富等最著名的周刊。2013年9月，赛隆正是在沃尔格林正式开始提供服务。给了他勇气的不是 4S 研发的成功，而是伊丽莎白背后越来越多的大佬们，奥巴马、拜登，美国的多位政界大佬。当霍姆正为自己的成功沾沾自喜时，殊不知之前掩盖的问题暴露在阳光下。首先，爱迪生能检测的疾病有限，并非是之前宣称的240项，而这些15项中通过认证的只有单纯诊病毒第一型 HSV1 检测。一旦遇到爱迪生能力之外的项目，就用别家的机器替代。可仅有几十微升的血液量，显然承受不住更多机器的运用。于是他们采取了稀释血液的方法，这显然和公司的理念背道而驰。于是一些人选择愤怒离职，其中一位前国务卿的孙子泰勒揭发这一事实，甚至告诉身为霍姆斯股东的爷爷舒尔兹。万万没想到，爷爷拒绝相信，自己还收到美国最顶尖律师大卫·博伊斯的警告，还赔付高达40万美元的违约金。毕竟大卫·博伊斯被霍姆斯用450万美金给挖走，上一次他打赢的官司就是帮前雇主拿下数十亿美金的收入。另一位高龄受害者伊恩是从事30多年的生物监测验血专家，因为和钱宁·罗伯逊的关系，还有对免疫检测的研究，受雇于霍姆斯。经年累月下来，他对这个女生的宣传和夸夸其谈表示厌倦。专制的霍姆斯也听不进去这个60岁老人的劝阻，把他进行了降职，导致的结果就是抑郁自杀。他的逝去阻挡霍姆斯的绊脚石没了。其实在赛隆这个公司，光被霍姆斯开除的人就高达30多个。可是在2015年的一篇报道，让这项滴血验病的闹剧画上句号。这个吹哨人就是
约翰·卡瑞优。在泰勒爆出爱迪生丑闻后，他就敏锐嗅到重磅新闻的味道，前期收集证据，联系离职员工，就是为了10月15日的致命一击。在那之前，约翰的顶头上司，身家200亿美金的默多克，还为赛隆公司注资1.25亿，如果发表，投资就成为泡沫。可他依然还是允许约翰发布，一切仅仅为了4个字：新闻自由。案子的最后就是霍姆斯赔偿76000人的检测费用，并且宣布之前做的100万检测结果作废。这位饱受追捧的伊丽莎白女王被拽下神坛，几个月间就变得一文不值，并面临来自投资人、患者和政府的反目成仇，可谓是成也血检，败也血检。借用网友的话来讲，跟随他的人原本都怀抱着让世界变得更好的想法，为了实现他的愿景而努力，可是没想到一切都失控了。所有人因为这位乔布斯的野心付出代价。或许一开始在前线的医生、医疗人员为了患者的安危顾不上吃饭时，你又如何相信一个整天在名利场中对各种技术问题闪烁其词、对存在的误差视而不见的人呢？